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人生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感觉很烦恼、很麻烦，因此我们会想尽办法想要去破解问题、化解烦恼。有在学佛的人，不论是唱诵经文或是在探讨佛法，常常会碰到菩提这两个字。所以菩提这两个字我们要先了解，佛法中所讲的菩提是代表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的意思啦。佛理很深奥，讲的太深人家听不懂，所以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这样才会对机。简单讲，发一份心去投入人群，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必须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才能显现你的菩提心。每一尊佛成佛之前，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而这个过程中，就是充满种种的问题跟烦恼，跟逆境、挫折、障碍等等。而这些问题跟烦恼，就是学佛最好的试炼呐。那试炼过程中啊，如果菩提心能够经得起考验呐，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啊，那就是道心坚固了。佛经中有一句话叫做，大家都听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文有点深，把它换成白话一点，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句话听起来都比较浅一点，但是说浅呢也是深。那我们再把它简单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是佛法最高的智慧跟觉悟啊！这样解释，大家对菩提两个字就会有概略性的了解了。先了解什么是菩提，才能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问题会变成难题还是菩提这个要看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因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角度很重要。要看出问题的真相或者是实相就要以客观的角度跟超然的立场去观察，也就是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包括近的角度、远的角度，或是低的角度，或是高的角度了。这样所观察到的结果就会比较宏观及超然了，比较客观了。所以高度也是一种角度高角度低角度不是吗？那高度跟角度会决定人生的视野。不但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明明人家有99个优点，你偏偏看到人家唯一的缺点，这就是用肉眼看人因此才会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缺点这个叫做眼根不清净。相反的，人家有99个缺点，大家都看到他这么多的缺点，但是只有你偏偏看到他那唯一的优点，这样你就是以慧眼看人，或者法眼或者佛眼都可以了所以才能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优点这个叫做眼根清净心庄严，看人都庄严心中有欢喜，看人都欢喜一样的意思嘛。所以用肉眼看或用慧眼看，也会因所持的心念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把这样子的思想跟逻辑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是会得到妙法。举例来说了孩子考了最后一名，我们不但不要去责骂或诅咒孩子，更要用智慧去激励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考了最后一名也不要气馁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啦。而且呢，只要你继续努力呢，你比别的同学有更大的进步空间确实是如此嘛。
这个激励法曾经我们有提过，叫做优点轰炸，教学的妙法之一啊，就是找出孩子唯一的优势，去激励他的信心跟潜能。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努力嘛，那不会再退步，也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转念呐。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一种优势啊，至少我不败啊，有的人还失败嘞。对，那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力量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呢奋发图强啊。所以做父母的要扮演孩子啦啦队的队长，不要去扮演法官或指挥官，否则这出戏会很难演下去，也会歹戏拖棚。现在很多亲子的问题，这也是其中之一个原因啊。正言上人对每一位志工也是一样啊，不是感恩就是赞叹，要不然就是祝福。即使要讲直话，也是直话圆说啊，这样志工们就会很欢喜的继续投入啊。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啊。那有人会反问哦，你只是在感恩跟赞叹，那这样有缺点怎么改进呢？这个是世俗人的想法啦。如果要改进的对象是你的话，你感觉如何啊？对不对？其实修行是这样子，师父引进门啦，修行在弟子啦。对，那要改进也是人人都先改自己，而不是去改别人啦。以前我们讲过嘛，改自己就这么难的，怎么去改别人呢？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去要求别人呢？对，是吗？我们如果去诅咒骂孩子，只会让他挫折而自暴自弃，长久下来就会毁了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了。功课不好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坏孩子，他只是不爱读书而已啊。他至少还可以靠，那他只是不能靠读书吃饭而已嘛。但是他可以靠良好的品德跟一技之长，去过他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功课很好的孩子，也可能是危险的好孩子哦。可能很会读书，但人生观很不正确，这就是危险的好孩子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为人父母要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正确的高度跟角度，尤其是正确的心念，也就是观念。蚂蚁在地上爬，连最小的石头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障碍啊。大象在地上行走啊，石头对他来讲不是障碍，但是高山对大象是很大的障碍，那大象不会爬高山啊。对，那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再高的高山它都可以轻易的飞越啊。所以有高度的人角度也会比较宽广，这样的人呢比较没有困难啊，因为他不会被困难所困嘛。因此我们才说格局会影响结局，高度会影响视野，唯有站在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尽人生百态，看尽一切真相。虽然说做人不要高高在上，但是人生就必须常常把自己放在制高点，这样才能有宏观跟远见啊。上次有提到一个例子啊，这次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再简单讲一下啊，因为这个例子用在这个地方也是蛮适合的。有一次呢，我们在一间大礼堂啊举办助学金的发放典礼啊，台上10位的慈济委员同时要颁发助学金给一次上台的10位学生啊，因此呢，舞台上的入口就有一位委员呢负责控制上台的学生人数啊。那典礼进行中呢，600多位学生呢鱼贯的排队上台啊，到10个就切断，到10个就切断嘛啊，但是中间有几次发生呢，上去的是11位同学，可是委员只有10个啊，同学多一个啊，造成困扰啊。这时台下就有一些这个志工干部就很紧张，就很着急的说：“哎呦，那个师姐站在台上入口那么近，她怎么这样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呢？”一直质疑这个事情呢。我告诉他，我们在台下是正面看得很清楚，10个对11个有错了。他站在台上的位置刚好跟这个10个同学是成一直线的，所以不容易看清楚，角度不一样。后来经过提醒之后，这位志工，台上那位志工啊，他开始调整他所站的位置啊，站出来一点啊，这样就看得很清楚啊，角度跟位置一调整以后啊，就看得很清楚，错误就不再发生了嘛。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跟问题
会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跟位置不同啊，而造成判断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啊。所以角度也会影响准确度啊。有一句话说：“以管窥天，以离测海啊。”意思是说，比喻一个人对事情的观察、对问题的了解很狭窄、很片面、很主观、很武断，因此常常看走眼而误判形势啊，甚至做错决定啊。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呢，就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那以离测海，这个离啊，就是用那个什么漂瓜啦，用那个漂瓜做成的这个水漂啊，舀水那个水漂啊，拿这个水漂去取水来测量海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呐。因为海水是深不可测啊，海水不可斗量啊，人不可貌相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观察的角度。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高度不但会影响视野，高度还会影响角度。举个例子嘛，你看我们从地面上看大地啊，我们顶多只能看到几条马路跟几排屋子而已嘛。站到屋顶上去看大地，从上看下来会看见整个村子啊，跟公园或者整条马路。从空中再看下来大地呢，看进大地的原野啊，崇山峻岭跟百川入大海的浩瀚无垠啊。坐在飞机上面看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如果从外太空，我们当然没有去过外太空了，不过我们有那个太空人拍给我们看嘛。从外太空来看地球呢，那更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几张相片啊，不要说看不到高山河流了，连地球都变成很小很小，甚至地球只不过是宇宙里面呢众多星球的其中一个而已啊。而地面里面呢，地球里面呢的人呢，根本就是如灰尘一般呢，根本就看不到。我们再来看看从2万公尺高空的飞机里面拍到的相片呢，看到的高空又不一样啊，分分秒秒的变化无穷啊，气象万千呐。飞机穿越云层，不同的高度，飞行的高度跟角度就有不同的景象，跟在地面上是截然不同啊，而且呢变幻无穷了啊，这种生生灭灭的景象，就好像人生跟人体一样，充满无常了。叫做世生如浮云，须臾变灭现无常啊。世生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那生命跟身体就像天空的浮云一样啊，什么意思啊？须臾变灭啊，就是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了，变来变去，无时无刻呢不在视线无常啊。其实啊，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啊，有一天啊都会是自己一个人呐。不管你是长命还是短命呢，最后也是自己一个人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面对孤独啊！这个警惕我们呢，一切尽虚空，遍法界，而虚无缥缈啊。生命如云烟，人生如微尘啊。有这样的体会，就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既然无常，既然很无常，也很渺小，那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你把自己看得很大，那当然事情就很大条了。对，把自己看得很渺小，那就是心大就事小嘛，心小则事大嘛。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那能这样想，问题就很容易变成菩提啊。其实这个也印证佛法所说的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的道理啊，叫做三理四象。以前我们也提过这就是生理、心理跟物理，每一个都有4种相最后都是什么啊？死啊，就是灭或者空啊。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儒啊，登泰山而小天下啦。这个孟子的来形容孔子的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了东山的山顶啊，看下来就觉得鲁国很小这个国家很小啊。
那登上更高的泰山的顶峰啊，就觉得连天下都很渺小，不是只有鲁国很小而已啊，连天下都很小啊。那这句话是比喻什么？见过海洋的人啊，一般的水波就不止他一提的啦，一看的啦，也是在比喻什么？在圣人或者觉者门下修炼过的人啊，是名师出高徒啊，他的心量会比较宽，格局会比较大，看事情跟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比较宏观。一般是是非非的讯息或知见不正的论调呢，根本就不值得他去听，因为人群中啊，免不了有人我是非，也免不了有众生习气。其实这些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如果觉得很怪，那表示我们自己的心念在作怪。我们不值得把别人之恶放在自己心上，多放1秒钟就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了。要有这样的体认啊！我常常会听到或看到了有一些人呢，正在烦恼谁又对他说了什么啦，谁又如何对我不是或不对啦，谁又如何如何啦等等。别人要如何又如何，那是别人的事啊。我们如果把别人的不对或者不是放在自己心上，这个就是在浪费生命了，很不值得啦。刚刚讲嘛，心量大，大问题变小问题；心量小，则小问题变大问题；心量大有问题变没问题，心量小没问题变有问题，甚至变成大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嘛，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嘛，意思是这样嘛，这个都是跟自己的心念跟心量有关呐。心宽念存的人是化繁为简呐，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是化简为繁呐。一个是海阔天空，一个是乌云密布啊。同样的道理啊，房子都不去计较了，怎么会去计较里面那个马桶呢？是吗？这就是心量影响格局嘛，而格局会影响高度，而高度的影响气度，气度大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没什么这样的联动过程，其实跟心念也是息息相关的啦，跟心念有关啦。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把钞票放在地上踩过之后，人还是会珍惜它，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嘛。没有人因为钱掉地上被人家踩过脏脏就把它丢掉，不会，拿起来还要用啊，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啊。但是很奇怪哦，人一旦碰到困难、挫折或种种的逆境的打击之后呢，都会失去信心而看清自己，甚至否定自己，不相信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怀才不遇或遇人不淑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人家不重用我们，我们就自我重用嘛。天生我材必有用，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不轻视自己，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啊。大公司不能用我们，我们去做路边董事长啊。慈济里面很多路边董事长啊。很多大学毕业的人也是去做路边董事长啊。人生的路如果不这样去转个角度，肯定会越走越沉重啊。遇人不淑也是一样啊，遇人不淑就换人啊，可以换就换啊，不能换就认命啊，叫做进可攻退可守啊，越认命才会越好命嘛。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主题啊，认命就是认识生命没有好坏之分的，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分别啦。命运本身没有好坏啦，有好坏是你的心念的问题。那天堂地狱也是一念之间，这个大家都懂嘛。好命坏命也是一样啊。那问题跟菩提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烦恼更是成佛的种子啊。你说烦恼好不好啊？烦恼很苦啊，但是没有烦恼你又不能成佛。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能成立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真理嘛。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有一户人家了哈，父亲往生后呢，把路边的两间房子分给2个儿子啊。
一间是靠近马路啊，可以当店面的；一间是马路后面第2排，当住家，在巷子里面的。那大儿子认为呢，他是老大，应该拿第1排。那老二认为，既然哥哥这么坚持要拿第1排的，就把第1排的让给哥哥啊。结果过没几年，政府要拓宽马路，第1排的房子都被政府征收去做马路了。所以哥哥本来店面的这个屋子被拆掉，变成马路了。那弟弟拿的第2排本来是巷子里面的，结果变成第1排啊，变成店面了。弟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哥哥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印证一句平常大家都会说的啦：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即使勉强得到，也终将失去啊。所以不能讲福地福人居啦，而是福人居福地。关键因素在人，而不是地。有福走遍天下，到处都是福地啊。无福寸步难行的，即使居福地也得不到福。无福的人用的地点绝佳的店面也不会赚钱啊。有福的人用的地点不好的店面还是门庭若市，生意好的人啊。但是如果是有福，那店面又很好，那这个是独舞天意啊，这个更不得了哈。那这位弟弟不计较拿第2排的房子，但有量就有福啊。傻人有傻福啊，看似傻，实则不傻，而是大智若愚啊。看似吃亏，其实是占了便宜的啊。哥哥看似聪明，坚持拿第1排的房价比较高的房子，结果无福，即使勉强拿到，最后还是失去。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古文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到高度跟角度的道理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啊，但是下面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哦。因为这句话有两种版本，解释有2种版本啊。第一种的解释是什么啊？要登上再高的山啊，就要从山脚下的每一步开始爬起啊，要走远的路，也要从最近的一步开始走起。解释这样解释，那这样的解释其实有点废话。你爬山不从山下爬起，你要怎么爬啊？你要走远路，不从脚下一步开始走起，那要怎么走？是吗？所以这样的解释比较不到位了。比较发人深省的解释是第2种版本，是这样解释：登高必自卑，登上很高的山，才发现自己的卑微跟渺小；行远必自耳，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其实自己还走得不够，学然后知不足啦，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啊。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做了很多的善事，才发现其实自己做的还不够，因为看到别人的无常之后，会深自惕厉啊，不知自己所做的善事能否抵得过自己所造的恶业啊。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啊，只能把握现在啊。所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句话跟学然后知不足异曲同工之妙了。因为参加读书会之后，才发现要学的真是学不完啊。我自己要准备这些内容也是一样，哎呀，真的是好多东西要学的哦，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把这句话把它广义的来解释，就更为贴切。我们刚刚的广义解释更为贴切，意义非凡啊。所以自卑跟自耳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自卑跟自耳也是在警惕我们要能够自谦低调了，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一水还有一水深。行事低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行事低调并不会掩盖或埋没一个人的人才跟价值，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还是灰尘啊。低调才不会招摇生事，反而会让他光而不耀啊，有光芒，但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刺眼。也因为很低调而让他的智慧更加成熟啊。所以有办法、有真本事的人，往往是沉得住气，
不喜欢张扬的，也就是身段的放得很低啊。其实低调行事也是智者之人需具备的4个条件之一啊。这个很早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了哈，我们现在把重点提一下。要做智者之人呢，去具备4个条件。第一个，厚德载物；第二个，知所进退；第三个，低调行事；第4个，知为建筑。这4个条件在我们读书会的第57讲，主题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哦。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哈。有些人呢很想出名，但是偏偏出不了名啊。有些人呢很不爱出名，但却很出名。不过要注意啊，出名虽然也是一种福报啊，没有福报的人也是不能出名呐。哦，但是出名虽然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福祸相连哦。所以出名以后要想到，人怕出名，猪怕肥。总而言之啦，我们如果可以从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的道理中去体悟生命的真谛的话呢，这个对我们来看待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才说，人生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能预先发现问题，并事先防范于未然的话呢，不让问题发生，这个就是先知先觉。如果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却能预先发现问题，并求助于善知识这个是次一等的那再一种就是什么？没有先见之明，不但看不到问题，而让问题发生，付出代价之后得到教训了这个还算不错了，叫做后知后觉啦。那最严重是下面这一种了，没有能力预见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问题发生了，也不懂得求助于善知识，不但得不到教训，还继续重蹈覆辙，复制错误，这个就很要命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不知不觉了也叫做冥顽不灵了。这种人佛在也拿他没办法了佛不是无所不能，也是有善不能以前我有讲过嘛那为什么佛拿他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无缘之人佛不渡无缘嘛有些人呢正被问题缠身而束手无策，有些人即将碰到问题却全然不自知有些人呢曾经被问题缠身，被困难克服，但事过境迁却健忘，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造成在问题的轮回中呢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在人群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有时候呢，我们明知道团队里面有一些问题啦，那我们就会刻意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里面呢，创造机会让大家来反映问题你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才能够告诉你怎么解决嘛，经验传承嘛。我们是希望创造机会让大家发问问题，结果还是有人会回答说没有问题。所以我常常讲说，没有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觉所谓的没有问题有下列4种状况。第一，没有能力发现问题；第二，其实有问题却视若无睹；第三，问题太多无从问起；第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问题这个是最惨的了。所以有时候在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中呢，我都会开玩笑的说，没有问题就是大问题，有问题才会变成菩提。其实人生不只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生也是一连串选择的过程生命的经历就是选择的过程嘛。小抉择会影响一天，大抉择影响一生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一盒精美的蛋糕，上面放了几粒葡萄干在上面但是这几粒葡萄干已经坏掉不能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把整个蛋糕都丢掉吧？因为葡萄干都坏掉就把整个蛋糕丢掉，而是会怎么样？把不能吃的葡萄干把它挑掉，蛋糕还是照吃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碰到一个有小习气或缺点的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全盘否定他，甚至排斥他，而不重用他？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啊！也就是为了蛋糕上几粒不能吃的葡萄干，而把整盒蛋糕把它丢掉。因噎废食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因为怕噎死啊，所以干脆就不吃东西了。因为怕出车祸，所以干脆不开车。因为怕做错事，所以干脆就不做事。我们应该都不会这样才对啦，对不对？不过这是指蛋糕啦，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如果是一粒老鼠屎掉进一锅粥里面，那这个就是整锅粥就不能吃的啊。这又是不一样的状况了，对不对？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蛋糕不是人啊，比较好处理的。人有习气就比较难处理啊。蛋糕不会发脾气，人会发脾气。同理，人不会看蛋糕不顺眼，但人也不会看一棵树或一朵花不顺眼。但是人看人有时候会彼此看不顺眼，这个就是人性的弱点啊，其实也是人性的丑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是以同理心去看问题的，这样懂得换位思考，结局经常是大不相同啊。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啊，以前我们提过一次啊，但很早以前。那这个例子用在这边也是很适合的啊，大家都不妨再听一下啊。有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交车后几天呢，夫妻两个人呢心事重重。我问清楚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车牌号码是4453。台湾话讲细细无声，不但死了还没有声音呢，细细无声。他们认为这个很不吉利啊。我很讶异，就坚定的告诉他们，这个是很吉利的号码呢，这个是事事无伤啊，也就是开这辆车子的人呢，没有事情可以伤害他们家，事事无伤啊！哇，他们听后立即放下心中的忧虑跟挂碍，欢喜离开了。也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车牌号码是9413，他说哇，这个惨了，9死1生呢，太不吉利的，想更换号码。我知道以后就跟这位志工讲啊，你很幸运呢，这是很吉祥的号码呢，为什么要换掉呢？他疑惑说9死1生怎么会是吉祥啊？我跟他说，你解读是9死1生，我的解读是9死1善，差这么多，同样一个号码，你是9死1生，我是9死1善。这辆车的主人就是常常日行一善而破千灾。经过这样的正向的角度去解读以后呢，原本压在心头上的阴霾啊，顿时雾散云开啊。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念头，常常让我们陷入极乐跟地狱间的挣扎。所以随时提起正念，就好像电脑要装上防毒软件一样的重要啊！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心跟脑啊，才能精密的以全方位不同的角度去透彻看到心脑血管有没有阻塞嘛？对，进而预防或对症下药。同理，生命中我们也需以全方位的不同角度去透视人生与人事或者人性。这样才能够看清事情的问题背后的真相啊！人生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或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化解的话，就会恶化成为生活中的工作上的瓶颈。就好像是血管阻塞，如果没有及时装上支架或做绕道手术的话，最后很可能心脏病突发。结果就是猝死或者中风嘛，所以把它分析起来，其实这些工作瓶颈在产生之前呢，早在我们心中已经出现的瓶颈，那看不到隐性的，那就是观念的瓶颈啊，观念阻塞啊，跟血管阻塞是一样的危险啊。因观念不正确而造成瓶颈，就是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甚至是邪知邪见呐，这些都是问题的根本呐，也就是烦恼的缘起的就好像脑中风或心肌梗塞一样啊，在外向的症状产生之前，其实内在的血管瓶颈早已默默的在形成之中，
只是我们未及时去透过见解去提前发现，而让瓶颈恶化成为阻塞嘛。表面上是猝死或中风，其实内在的血管阻塞或血管膨胀早已形成，看似突然无常，突然往生，实则必然呐，其中必有缘故。人生也是如此啊。平常如果没有积极去培养正知正见，面对问题时就无法以真心去彻悟真相啊，这样就是无法大彻大悟啊，无法明心见性啊，当然就无法化问题为菩提嘛。我们刚刚讲嘛，菩提就是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嘛。啊，只是一念之差，就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刚刚那个4453跟9113就是观念有瓶颈嘛。经过善知识帮忙他观念疏通之后呢，打通任督二脉啊，自然的神清气爽，豁然开朗啊，恍然大悟啊。有一位姓陈的慈济委员，因为一心要生儿子而不可得，求助于正言上人之后，上人对他辞示：生男生女不重要，生菩萨才重要。由于如果不生男的话，他们就无法传陈家的香火了嘛，断种了嘛。那这位委员呢，就忧心忡忡。上人就安慰他说：你不必担心你们陈家香火的问题，全世界姓陈的人都在传陈家的香火啦。这位师兄一听，有道理哦。为什么要我传？别人传还不是我也陈家，他也陈家？对，格局放大，问题就变很小啦。当下就放下心中大事而茅塞顿开啊，从此一切自在，不再执着啊。这个也是观念瓶颈疏通之后呢，自然就没有阻碍了嘛。本来是无明变成光明，那本来是问题就变成菩提。其实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啦，我们的生存环境也从来没有好过，因为人生是苦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处处都是问题。尤其呢，心疑容易起问题，但只要我们心悟就不迷啊，心随境转，心就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那疑惑用心去解，问题就变菩提啊。虽然说我们的生存环境从来没有好过，然而我们的环境也没那么坏过了，因为再坏也不过如此啦，对。苦尽就甘来，不是吗？你如果觉得还很苦，表示你还没有苦尽，苦尽就甘来了啦。对，一切看我们用什么心念去看待了。生活中的很多道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起心动念不一定是不好哦。如果不生心，怎么会得妙用呢？不过注意，既然以身心已经起心动念，那更要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意思就是说，可以起心动念，但不能执着。就好像说要离相，但是离相不是不要相，是不着相啦。有相但是不执着，道理是一样的，非常奥妙哈。刚刚讲嘛，佛法如果缺少烦恼跟污浊，佛法不能产生。唯有进入各种烦恼的大海，才能得到了不起的领悟之宝了。同理呢，进入各种问题的领域，才能面对问题，并透彻解析问题，进而运用智慧将问题一一破解，而从中得到菩提啊。虽然一旦被问题、烦恼或困难克服了，就不是佛法。你有学佛法，但是如果你经常被问题克服、被烦恼、困难克服，那就不是佛法。但没有这些真上缘，佛法也不能产生啊。佛法上说法无定法，本无法，我们常常讲嘛，意思是说用法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是因时因地因人及因缘之不同，事缘应机啊，千变万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啊，即使是二圣或三圣，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终归一圣啊，这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的意境啊。对机与否，有时候跟说法者无关，而是跟闻法者的根基有关；有时候则是跟闻法者无关，
而是跟说法者的是否能够观机斗教是息息相关。所以要对机，也是要说者跟听者频率要一样，才有办法，才会产生共鸣嘛。你讲的再有道理，人家不想听或没兴趣听，这样就是频率不一样了嘛，就是无缘了，就是鸡同鸭讲了。有时问题的解答也是法无定法哦，会为了要对机，就要因人而异啊，因材施教的意思了啊。举个例子嘛，子路跟冉求两位学生问孔子啊，老师，事情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吗？孔子回答子路说：“你的家里还有父兄啊，怎么可以说做就做呢？还要问问长辈的意见啊！因为这是子路个性比较大，比较胆大莽撞，很冲动。那孔子回答冉求同样的问题，这样孔子回答冉求是这样回答：既然道理知道了，就不要再等了，赶快去做。这是因为冉求的个性呢，胆小懦弱，所以问题一样，但是答案不同啊，这就是因材施教嘛，这样才会对机而让学生受益嘛。那其实正言上人在面对种种不同对象所提的问题，也是因人因时因地之不同而开权显示啊，以种种不同的权巧方便去教诲听法者。然而所有的方便权教最终还是悉归实质，也就是所有的方便教法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真实智慧，最后还是以一圣真实法为本这叫殊途同归，刚刚讲的嘛。换句话说，就是以法华经为基础，以无量易经为精髓，这就是心灵三会同归一圣这是菩萨道的真实教法。唯有在这五浊恶世中面对种种的挑战跟磨练才有可能在一一克服问题的过程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这就好像说，在高原陆地上长不出莲花啦，在污泥中才能开莲花啦，道理是一样。我们活在贪欲的世界，才知道染浊的空虚，物质生活很充裕，但是心灵常常很空虚就是这样子。所以开在污泥中的莲花才是真正的名花相信这样的道理我们都不难去体会了。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就讲到这里。我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那是生生世世